大家好，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美股直播。今天是2026年3月23号，欢迎大家进入直播间。我们现在直播从现在美东时间12点半开始啦。你好，新朋友，请帮忙确认一下声音还有图像是否都正常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开始今天的直播了。确认一下声音还有图像。好的，声音和图像没有问题，我们赶紧来讲一下现在这个大盘，然后再分析一下大家关心的个股。那么标普的话，如果大家在盯盘的话，或者说在盘前，这个今天这个大盘呢是非常热闹，无论是盘前还是现在盘中，受到各种消息的左右，受到各种消息的影响，对吧？在周末，特朗普发推文说要在48小时内就威胁伊朗，要在48小时之内给答复，要解决这个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事儿。然后又发推文说这个跟伊朗已经开始谈判了，就各种消息吧。然后伊朗那边又开始有一些电视台出来反驳这个川普的消息。你会发现现在这个战争啊，已经从不单单是一个热战，而且是一个信息战。现在就是一个信息战叠加着热战。那么市场现在有点糊涂了，不知道听谁的了，对吧？但是我们无所谓，我们就看合力。看市场合力的表达是一个强还是弱，是多头强还是空头强，所以我们只看合力的表达，而不是看某一个消息的一个表达，对吧？那么在图形上的话，我们看，这个今天又是一个上冲，看这个位置非常关键在哪儿呢？这个位置刚好是5天均线和200天均线交叉的位置，这个位置刚好是5天均线，就是5天均线和200天均线交叉的位置。那么这个位置就关键在又是短线的一个关键位置，又是一个长期均线的一个关键位置，对吧？所以今天就是想上冲，但是又被5日均线给挡下来了。所以我一直强调，5日均线不能够有效站上去的话，那么它大的反弹是不会有的。今天又是一个上冲，那么就最近或者说本周就关注能不能够站到5天均线之上。首先要站到5天均线之上，才可能有一个大的反弹。那么在1小时上，我们看。我们把这个5天均线在其他周期上给它去掉，因为这个比较乱。那么在1小时上的话，我们之前在这个上周分析过，然后在周末做周末复盘也说过，这是进入多少，然后开始在这震荡做中枢，然后给了一个3脉之后，这是一个3脉出现一个盘整背驰，然后因为这个推文的原因也好，或者各种消息的刺激，那么今天是一个冲高，现在也是一个目前冲高回落的状态，但是呢。这个位置如果说砸不下来，不能够再次跌破6473的话，会给一个2买，或者说就这笔上冲可能还没结束。我们看一下小周期5分钟上，现在明显是一个，我一直在讲小周期上你就不要去用模型了，小周期我们关注的是那个动能。什么是动能呢？就是多空动能的转换。那么在5分钟上，这里是有一个小中枢的，或者说有一个类中枢的。那么这个类中枢就是这3笔构成的，对吧？就有一个中枢，你要关注的是这个动能转换。那么前面这里是一个空头强的一个状态，那么今天这个跳空缺口就造成了一个多头强，这个就是强势表达，对吧？很多人不太清楚什么是强势表达，跳空缺口就是最大的强势表达，对吧？那么冲过一个跳空缺口之后，冲破了这个中枢，现在是一笔回撤，踩一下。那么现在是没有回到现在这个中枢，有希望形成一个2、3买重合的一个5分钟买点，或者说是我踩回到这个中枢里来，有可能是形成一个2买，还可以可能再次突破前面这个小高点，或者说我在这里做一个中枢，看它能不能继续上。最差的是什么？最差的就是跌破这个中枢往下走，那就相当于这个5分钟中枢在这里5分钟中枢震荡。对吧？所以我们一直关注的就是多空强弱表达，在小周期上再次强调一下，在5分钟上，在1分钟上不要用什么模型了，要关注多空强弱的表达。
好的，那么的话，这就是简单说一下标普，然后我们再继续往下看这个，大家的提问。常朋友问了一个 AMAT， 这个 Applied Materials， 这个好像也是跟 AI 呀、芯片呢相关的这么一只股票。我们看一下它的图形，我们更新一下，这个也是涨得非常好，是吧？我们简单看一下，月线上这里是有过，下面有一个大中枢，对吧？这个中枢肯定是月线甚至是季线的这个中枢非常大。然后从这个起涨点之后，这里做了一个大中枢，这个中枢反而是一个三买，针对下面这个大中枢反而是三买。那么现在我们的关注重点就是这个从123.74上涨的这一笔，对吧？非常强，非常强势。那么针对这个中枢的话，它没有背驰的迹象，因为这个离开你看，它明显比这个进入段比离开段短，或者说空间小，所以说没有背驰，对吧？那么我们要继续看这个离开段内部，周线上，这是我们之前应该分析过，有一些痕迹。周线上还是在三浪里面，还是在第三笔或第三浪里面，周线这个周期还是在三里面，对吧？一直没有出现四的有效的一个第四笔回调。想要出现方向的话，需要要么再次突破前面的高点，要么再次跌破这个316.66。所以说它在周线上没方向，需要看一下日线上。那么日线上从这个起涨点，我看一下，我们需要从这个起涨点开始看，这个154.47，就看这个第三笔或第三浪，154.47，我们把这个周期给它加上，这就是154.47。所以说我现在只关注154.47右侧这些，对吧？这里下面有一个中枢，这是我们之前画过的、分析过的，不管它了。然后就看第二个中枢在哪里，这是从这个起涨点之后开始有一个给了一个三买，之后又上去又下来，就是在这里做了一个浪形之后，哎，这里有中枢了，这里出现了第二个中枢，第二个日线中枢。那我们看它这里是 A 中枢、B 中枢，那么就围绕这个 B 中枢现在在震。那么现在又是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个反弹到了多大的位置，现在是到了 0.618， 我们把这个其他的给它去掉，因为我是之前加的，因为加的太多的话会让图形比较乱，我一般只看三根，只看三个位置， 0.618、0.5 和 0.382， 对吧？现在是尝试突破 0.618， 但是冲高回落，所以说手里有的话，如果说手里有在那个成本，比如说在这个附近或者在这个位置做的短线的话，可以减一点，可以稍微减一点，防止它再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，对吧？你这样的话，如果是这个位置不减的话，拉回来，甚至拉到这个中枢中轨，你相当于就坐电梯了。我们看一下这个空间有多大，8%多的一个空间，对吧？这空间还是挺大的，所以说手里有的话可以先减一点，但不要全卖。不要全卖的原因是因为它还可以再次突破前面这个395.95，那么意味着这就是这个小中枢看是不是要走离开，走 C 段。所以说但是现在这个 MACD 并没有张开口，现在有点要交叉的迹象，但是并没有张开口拉上去，所以说现在不能说就一定要往上走。所以说为了防止它回来，那这个位置有的话可以先减一点。然后呢，如果说你想更精确一点，毕竟现在提问的人比较少，我们可以说的稍微详细一点。你需要再看一下它的内部了，是不是有小时周期上是不是有一些结构，用它来辅助来，目的是让你的这个进出更精确一点。那么我们看它的小时上，这里有过一次回落，然后这里有过一次回落，所以说在小时上这里有一个中枢。有过1小时的中枢，然后呢，现在还没有回到这个中枢里来，也就是说，这个从316.66的起涨点，它可以也没结束，但是就是因为它这个离开呀，相对的弱一点，跟前面这个进入段比较的话弱，所以就是说在这里可以减，但是呢，这就不好说了，这就不好说是
我回来它回不到这个1小时中枢，还可以是一个1小时300之后再往上上。所以我们就是说，你如果说就是成本在这个中枢内部的话，或者在这个中枢内部近的，可以先减一点，防止它往回拉，防止它往回拉。但是如果说你的成本比较低，那你可以继续拿也没有问题，再等一个明确的顶分型出现再出也来得及，对吧？你只要能够把你的成本或把你的仓位能控制好的话，这样的话你毕竟这已经是有我们看从它这个起涨的空间已经有17%、18%左右的一个盈利了，所以说这里稍微减一点仓位出来，防止它回撤到这个中枢内部是可以的。那至于怎么取舍的话，那就看你个人的一个风险喜好了。你是喜欢这个节奏慢一点，或者等待一些明确的信号出现之后再做操作，还是说要抢跑一点？因为我们禅师说的是啥呢？盈利的时候大胆卖，就是他说的是你只要是盈利的你就大胆卖，对吧？不怕那个卖错。买入的时候要谨慎，买入的时候要小心确认，对吧？多次反复的那个仔细的调查或仔细的分析之后，你再进。买的时候要非常谨慎，卖的时候你只要是盈利的，只要是赚钱的，都可以大胆一点。这就是买和卖它的这个是有区别的，对吧？好的，这是针对这个我们说的比较细。我们再往下看，尾号7667朋友问了一个，看了一下，想要看一下 ICTS， 这是一个 EchoStar Corporation， 是吧？这个我们是没有分析过的，应该是一个跟这个是不是跟这个卫星啊，或者跟什么？它是一家美国卫星与电信相关的巨头，主要是提供卫星通讯解决方案，还有一些付费电视，以及全国性的5G 无线网络，对吧？然后呢，它具有极其稀缺的这个频谱资源，以及覆盖全球的近地轨道卫星群，这是它比较有优势的地方。然后呢，当然了，主要竞争对手大家都比较熟悉了 ，SpaceX 的这个 Starlink， 还有一些其他的老牌的，像 AT&T 了，也是他们的竞争对手。但是它的问题就是它的这个债务比较重，几百亿的这个债务，所以说，能否把这个债务稍微降低一下的这个负债，可能是现在关注度。但是呢，因为 SpaceX 马上要上市了，上市之后不知道对它是不是有影响。但是我们看一下图形，图形上这个股票还是很牛的，从这个月线上这是一比就上去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SpaceX 要上市的刺激的，还是什么原因刺激的，对吧？这上面做了一个大中枢，那么在季度上其实是有这么一个，这里有一个季度级别的中枢啊，这里有一个季度级别的中枢，不是季度级别呀，季度图形、季度周期上的一个这个中枢。你有说级别的话，那必须要有那个3笔构成一个线段来构成这个中枢，对吧？它是有区别的。但是用笔构成的这个中枢是在季度上有这么一个中枢，然后这是它的起涨点9.53，然后我们看一下各个周期的一个情况。现在月线上的话也是一笔，周线的话是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上去的，这里有一个下，但是呢，这个第二次的下是不够的，所以说中枢在这里，这里做了一个周线的中枢，然后周线中枢之后离开是从哪儿离开呢？是这里还有一个300，还给了一个周线的300，你看到没有？如果说你这个上去这段没抓住的话，还可以做它的周线300的回撤。如果说在当时当下想抓这个位置，我们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黄金分割的回撤点。它回撤的非常浅，连0.382都没回到，就直接上去了。所以说你可能需要用更小的周期去跟它。那么现在这个就是从最高点132的一个回撤，也够比了。首先这个回撤是够比的，但是你会发现在这里横了好长时间，对吧？在这横了好几周，能有7、8周。那么这个一直没下来，所以说在这里就是一个1、2、3、4浪回撤，
或者叫第4笔的回撤，我们可以也测一下。现在也是到了0.382，但是现在虽然说也没有下来，但是也没上去，对吧？现在就不好说它怎么选，这里肯定是有中枢的。那么可以再往下沉一沉，比如说到99、100附近吧。它可以再沉一沉，沉到100附近。那最坏当然是到91，甚至是跌到这个前面这个高点这里85了，那就比较差了，对吧？所以它可以继续往下沉一沉的。我们再看一下日线上，那么在日线上这里是，即使没有中枢的话，也是有3笔了。我们看它这里，这里是，哦，这个低点在这里，所以说它也不是特别的严格的。可以是一个这样的一个状态，因为它这个低点在这里，其实在第2根 K 线这里。那么前面这里的话，你可以利用多异性画一下，就是一个1、2、3段，在日线上可以有1、2、3段，或者说你去1小时上也行，对吧？1小时中枢上呢，肯定是有中枢的，所以说这里就看它出现这种能不能够再往下踩一下，比如踩到120天，往下沉一下，然后再往上拉。现在不能100%的说就往上走，所以说，如果说能往下沉一下，踩到120天，这样给一个比较明显的盘整背驰之后，可以做这笔的反弹，甚至是直接一个微转也可以。但现在不好说，现在不好说，就100%就要突破这个所谓的这里是有一个箱体的，对吧？现在虽然说在箱体下沿，但是不代表它一定往上走，它也可以继续砸穿它往下走。所以说有的话可以，就不知道你的成本在哪里。还是说想进？如果说想进的话，我建议是踩到120天之后再进，只要不能够跌到这个，最好不要跌到这个85.37这里。如果说再往上沉一沉，比如到100附近，我们看一下120天是在97附近吧，就100上下，100上下，如果说能够有企稳迹象的话，是一个比较好的进场的位置。但是现在不好说它怎么选，不太好说。好的，这是这个 SATS。然后我们再看特斯拉，这个不对，6196朋友问了一个特斯拉。那特斯拉的话，就是我们在周末做复盘的时候是讲过这个的。那么它也是，怎么说呢？它的周线上是回撤到了它起涨点在214这里，然后一个上涨出现一个回落，现在在0.382和0.5之间，但是底分型还没出现。然后再看日线上。它是一个123，对吧？一个123，然后再比较黄金分割扩展器的话，也是能够发现它是没有到等比例的，等比例是在325，现在就刚好在0.618这里。那么今天也是一个因为这个消息的刺激嘛，对吧？所有的股票都在涨，所以说它也是跟着涨了一下。那么就看这个也出现底分型了，但是这种的话，一般以阴线，你看它这个3根 K 线。这个第2元素啊，这是第1元素、第2元素、第3元素。第2元素它是一个阴线表达的，一般这种作为一个比较固定的底分型的话，就是比较少。它一般是可能冲一下，然后再次跌破它，然后再可能出现一个比较更好一点的底分型。所以现在也是，但是呢，如果说它能够往上冲一冲，看它能不能够碰一下这个387，甚至是冲到这个200天这里。冲到200天，这里做一个反向中枢，如果说没有力度往上走的话，那还会再下来，所以说就看你能不能够做这一笔。现在这一笔现在看不到力度，毕竟现在也都是受这个消息刺激，谁知道真假？那现在都不知道真假。但是呢，就看这一笔的力度能不能够上得去。但是呢，不要期待它能够走多远，目前看不出来力度出来，它这个 MACD 也没有看到力度表达，都是偏弱的，对吧？所以说有能力做的话你就做，没有能力的话你就等一下，这个可能是这个 MACD 起码粘合之后有张口往上的时候你再进都来得及，但是也不用割肉了，毕竟已经出现了。如果说在成本在上面的话，你想割肉也不需要了，毕竟是一个123，随时给你反弹，有反弹的时候你再减一下，然后再下来再加，你这样的话节奏才是对的，对吧？不要出现下跌的时候去割肉，上涨的时候你没有仓了，那你这个整个操作是乱的。好的，但是特斯拉，没有其他消息刺激的话，它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。主要去看马斯克那边有没有什么其他的，
不论你说马斯克是画饼也好，还是怎样也好，看一下这个 Sherry 朋友问了 Broadcom 博通，看一下博通，博通也是没有脱离这个日线这个中枢。我们之前一直讲，就是说你在当时不知道是不是你问的，在这个位置哦，有人问过，我当时说可以做它的二买的。如果说你是一个中长线来对待这只股票的这个操作的话，不要因为短期的它弱了或者怎样，因为博通嘛，它现在就是跟英伟达两个其实赛道不一样，它是 TPU，英伟达是 GPU，对吧？它俩的赛道不一样，那么没有直接竞争关系，所以说，有回落的时候，就这个位置当时不知道你买没买，对吧？那么买了的话，上去又到这个中枢这里了，那又可以卖。然后那个均线的话就是120天，对吧？你简单的这个操作，就日线操作也能够做的节奏也能做得很好啊，也不至于追涨杀跌呀，对不对？那现在又下来了，虽然说现在没有，它只要没有快速往下杀，你都不怕。所以说又出现底分型了，然后它是就是这个前面在这个位置的时候，它是在 MACD 是这个状态，目前它这个 MACD 的面积没有比前面这个大，对吧？呃，如果说成本还是主要看你的成本和你现在手里所持有的这个仓位。如果说成本比较低，仓位比较小的话，那完全这个位置可以再买一点，毕竟它还是可以再拉回到中枢，甚至拉回到中轨啊，拉回到上轨都可以，对吧？这都不知道啊。所以说我们一直说，没有任何一个位置进场是100%的盈利的，你只能够拿仓位去试，这就是试单呢。所以说，在这个位置我先进一点仓位试嘛，然后上去了我就减，如果力度弱了我也出。但是如果说比如说我这个位置进去了，但是明往上走，那你就因为你的仓位配置的小，你毕竟是尝试它，所以说不是因为你试错了，下次就不敢去尝试了。所以说，而且是针对这种基本面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我所谓的没有问题是中长期，对吧？3、5年，它除了这些消息刺激，它不会出现什么高管了或者公司财务那个有问题，或者说你这个往其他国家偷运那个被禁止运的这个芯片，这种丑闻没有的情况下，你是可以有这种。但只要基本面不出现这种问题的话，其他的消息刺激，对吧？不是实质性对公司有损害的都没有，都其实是噪音。市场中其实更多的噪音非常多，如果说你每天都交易的话，这个噪音是非常多的。那么针对这个的话，对吧？针对这个就看你个人了。我建议是可以进一点，等待它再次选择。它这个中枢没有脱离呀，没有脱离之前，它就是要围绕这个中枢震荡。所以说，你现在大的仓位也进不去，只能先用这个小中枢来那个做中枢震荡的一个操作。其实中枢震荡是非常好的，毕竟有这个中枢在这里震，你就下来买了，上来卖了，你来回折腾的话，成本很快就下来了，对吧？好的，还有7分钟的时间，大家可以继续提问其他的你们关注度比较高的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可以再分析1、2个你们关心的。那么我们再回来看一眼，现在这个标普现在是个什么状态？这个5分钟上是回踩了一下，但是现在这个反弹的话，好像6591、6592哦，这个反弹也够一笔了。这个反弹，它这个反弹现在弱，必须得往上快速拉。1分钟的话，这里是出现了1分钟的背驰之后往上走的，而且 MACD 也上来了啊，应该是5分钟没完事儿，可能5分钟没完事儿可以继续往上走一下。好的，秦朋友又问了一个 NBIS，这个是一个跟机器人相关的这么一个公司是吧？就是，而且他们之前好像跟忘了是 Meta 还是谁有个大的单子，就是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司的一些基本面。那么它的之所以就这几个跳空缺口
都是有这个大单子出来，但是呢，它是主要提供一些 AI 的基础设施，像一些高性能的计算机集群呢，还有一些数据中心托管的服务。那么它的竞争对手有什么 CoreWeave，还有一些微软的云呢，这是它的这个目前的状况。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它，有一些比较稀缺的 H100或者 B200的算力储备，好像之前那个消息也是，它那个忘了是 Meta 还是谁买它的算力，造成它的一个大涨，所以也是受益于这个数据中心的一个原因，造成它一个大涨，也不是做这个机器人的。那我们看一下图形，这是我们之前画的，周线上在做第5笔或第5浪，看到没有？周线上在做第5笔或第5浪，就是从这个起涨点是14.09这里，14.09，1、2、3、4、5，刚好在做第5浪。那么这个第5浪，我们现在关注它结没结束，对吧？这个中枢可以不要了，这个是日线的中枢，日线中枢在这里。那么它的右侧就是从73.52开始的右侧，是走了一个，应该是123，走了这么一个123，这里可以这么画啊，这个还走了一个应该是123.4，但是呢，我这个画的原因是这个高点应该在次108.32。108.32一样的啊，那我们就取前面那个高点，那就可以了。这个是一个123，看到没有？一个123，然后现在是4的一个回撤，所以说，看它这个现在4的回撤也够一笔，4的回撤也够一笔，就看这里这个小中枢它怎么选。现在看的是周期是日线，但是在5分钟上、15分钟上肯定是有中枢的，它要做这个方向性选择。看一下这一笔的回落，1小时，对吧？这是一个下上下，这里有一个中枢啊。那么就是30分钟，1小时这有一笔不够，所以说30分钟上肯定够了。所以这里有一个30分钟的中枢，它这个30分钟的中枢现在没有出现一个方向性的选择，还在这里做30分钟的一个震荡。所以这个30分钟震荡什么时候出现方向？比如说快速往上走，然后给一个300，对吧？那就基本上这个回落就结束了。它也可以是往下走，也可以出现一个3脉。所以这个30分钟这个方向没选，它现在没选。那么往下选的话，那就是这个日线第4笔的一个回落，那可能要去聊120天了，对吧？可能要去120天，这里做一个中枢之后，可以再往上走，或者说如果说结束的话，那就是一个4的回撤，走日线的第5笔。所以说就还是看你的这个成本在哪里，然后如果说你的成本在下面，因为它可以是往下选的呀，它可以往下选继续回踩的，但是好在它这个 MACD 已经都到0轴以上了，这个状态是好的。比如说它一个粘合之后，再一个张口，就一个空中加油，就是一个4的结束，一个5。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，毕竟 MACD 是强的，也就是说这段是你看它这个是从0轴起来的。至于你减不减仓，那就看你这个是要拿一拿，做它的4的回撤，做5，还是说如果说踩到120天，你能不能够承受得了，对吧？这个空间并不大。看着不大，还11%左右的空间，它是有这种可能性下来的。所以说具体怎样我们是没有办法预测到的，那就看你自己要不要减仓一点，防止它下来。还有基本上时间到了，但是有一位朋友问了一个，应该是新朋友问了一个 CEG，我们可以简单的说一下，从来没分析过这个，应该是一个跟能源相关的这么一家公司，对吧？那么能源相关的，看一下它的大图形上是有过一次回撤
周线上也是，那基本上你看都没有跌破过这个120这个均线，对吧？踩到120，然后现在这个反弹也够了，反弹也够一笔了，这现在是反弹够一笔，然后这里也有过一次反弹。如果说是这么做一个中枢下来的话，那就比较坏了。我们把这个断开之后，我们看一下它的这个小周期上，从这个位置断开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个是有过一次反弹，然后在这里做了一个中枢，这里做了一个中枢，然后做了中枢之后还给了一个三脉，然后下来之后，这个回落还不够一笔，所以说这个可以是一个三脉之后的延续。所以说就看它这笔什么时候结束，就不能够太往零轴以下走，不能够太往零轴以下走。往零轴以下走的话，那基本上就要跌破前面这个低点了。如果说能够在这个零轴附近上下企稳的话，就会给你一个二买，然后再一次反弹，甚至是直接微转，对吧？但是这个就不好说了。但是所以说你要没有的话，就等待这里企稳。就是，但是你严重关注这个 MACD，不能够加速往下走，加速往下走呢，可能要去前面这个低点这里，再次跌破它，然后给你一个盘整背驰，那就要那个往下砸就深了。但是呢，这里如果说能企稳的话，就能弹一次，看它能不能够突到这个120天或者200天这里，甚至是一个大微转上去，但这都不知道啊。所以说你现在就只能盯着这个回落什么时候结束。好的，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今天就只